尼日利亚再次接受了8架中国彩虹3无人机。不论美国军官怎么嘲讽，中国无人机就是好。亚阿战争中，无人机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轰炸能力，展现了自己不俗的实力。不少人认为未来战场是无人机的天下，无人机的国际市场也由此扩大。在战场上大出风采的土耳其 TB2 无人机受到各国青睐，那无人机技术更胜一筹的中国无人机自然也不例外，斩获了新的订单。近期，尼日利亚接受了8架中国彩虹3无人机。彩虹系列的无人机属于国内的先进水平代表，而且覆盖了小型、大型、近程、中程等高端无人机的完整体系，可以说是客户想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彩虹3无人机的隐身能力不错，还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最低离地高度是30米，曾经帮助地质部门完成5万多千米的侧舷生产作业飞行。无论是民用还是警用或是军用，彩虹3无人机都可以做到。除此之外，彩虹3无人机挂载的 AR1 型空地导弹是全世界第一种专门为无人机研发的类似武器。该导弹的总重量只有45千克，弹头还装有6.8千克的高能混合炸药，最大的破甲厚度达到1.4米，其起飞重量为650千克，最大速度为每小时256千米，最大航程为2400千米，续航时间为12至15小时。不过之前有媒体报道，美军军官斯蒂芬·汤森曾经嘲笑尼日利亚采购中国的无人机的行为，并且表示采购了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尼日利亚还是多次采购中国无人机。中国无人机好不好用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亲口尝梨知酸甜，不亲口尝还要肆意评价，那就是酸。除了彩虹3无人机，尼日利亚还采购了中国的翼龙无人机。翼龙无人机不同于彩虹3，是输出型无人机，堪比一架小型轰炸机。在亚阿战场上大杀四方的土耳其 TB2，曾经在利比亚内战中被翼龙无人机碾压。尼日利亚购买翼龙无人机解决国内的非法武装，还被人评价有些大材小用了。尼日利亚不光喜欢买中国的无人机，还购买了中国的威梯斯坦克和 ST1 型105毫米自行突击炮。前几天，尼日利亚总参谋长还参观了这些武器的性能展示表演。虽然尼日利亚从未停止过反华，但是也一直支持中国的武器。除了性价比高，应该也没有别的原因了。中国创造就是口碑。除了尼日利亚，塞尔维亚也采购了中国的无人机彩虹 92A 无人机，还顺便采购了18枚 FT8Z 空地导弹。在联合行动2020的军事训练中，塞尔维亚就派出了彩虹 92A 无人机亮相。彩虹 92A 也不负众望地展现了其优秀的性能。说起来，与塞尔维亚的这次交易也是中国第一次向欧洲出口无人机，这是向欧洲无人机市场迈进了一小步。相信中国无人机今后可以占据更大的武器市场份额。据外国媒体最新报道，自从顿巴斯开始敌对行动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120多架无人机，而这些被击落的无人机以另一种形式成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炫耀的资本。据悉，在乌克兰一份声明中，其称道：今天我们几乎拥有所有类型和型号的俄罗斯无人机作为战利品样本，它们都已经被拆解成螺钉，并进行了彻底研究。而从乌克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进行研究的这一做法中可以看出，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更多的国家和军队都在加快研制无人机的步伐，而在无人机研制及其使用上，美国是首创。之后，美军更是一路成为无人机领域的领头羊。例如，于1998年完成首飞的 RQ-4全球鹰无人机，可实现复杂天气与黑夜的不间断作业，其所获得的数据都可以通过军事卫星传回地面接收站。这在上世纪90年代而言，绝对是一项突破性的创举。但是，随着各国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美国不再是一家独大。中国在发展无人机上称得上是后起之秀。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出现以后，中国马上推出翼龙和 CH-4A 彩虹4等2个系列的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其航程和飞行时间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更加令人关注的是攻击11型无人机，其作为我国最先进的无人作战平台，具备极强的隐身与打击能力，并可通过航母实现纵深精确打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制比美国更快速。相比之下，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已经极大地落后于世界水平。为此，外界不断有呼声，认为俄罗斯应该从中国引进军用无人机以及相关技术。但是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俄罗斯迟迟没有引进。
外界纷纷猜测是由于面子问题。不过其一时的逞强，如今却更加尴尬。一些观察人士预测，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成为助推俄罗斯从中国引进无人机。此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问题闹翻脸，受到西方制裁的时候，俄罗斯就无法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获得小型舰艇使用的柴油发动机。万般无奈之下，俄罗斯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决定从中国引进其国内的轻型舰艇用的柴油发动机。至于现在俄罗斯是否会选择从中国进口无人机，还是个未知数。毕竟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无人机技术也在大力发展中。从这也透露出一个道理，只有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免受别国的威胁。美司令嘲笑彩虹3无人机质量低劣，被一国用行动打脸，证明美国人的说法有多么愚昧。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尼日利亚空军司令萨迪克·阿布卡巴尔空军元帅对外透露，尼日利亚空军不久将接收8架武装无人机，还将会有大约70名人员被选中前往中国接受操作和维护新飞机的培训。据了解，新编成的203战斗侦察部队将驻扎在弓背，主要装备有各种无人机，其中的将仍是中国制造的彩虹3无人机。需要知道的是，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汤森此前却对尼空军的正常采购活动发出了嘲笑。他表示，由于质量低劣，尼日利亚空军其实很少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至于为何要这么说，他给出的理由仅仅是低成本和短交货时间吸引了非洲国家购买中国无人机，但这些采购往往不能满足根本的军事需求。显然他被打脸了。尼日利亚此次再次回购中国无人机，其用行动证明美国人的说法有多么愚昧。和美国正在积极推销的大型无人机相比，彩虹3的确是一种性能不算太高的型号，但彩虹3和 MQ9 的定位就存在本质不同。这样的差异化定位带来了价格上的天差地别。MQ9 的美军国内采购价达到1590万美元，出口给其他客户都要翻几番，甚至连德国这种发达国家都因为价格太高，直接放弃了采购案。虽然彩虹3的外贸价格暂未有官方给出的信息，但至少要比 MQ9 低一个数量级，才会吸引众多国家购买。分析认为，对尼日利亚这种并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无人机的主要任务更多是为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提供侦察以及少量的对地攻击。这是因为尼日利亚国内目前仍有不少武装分子，而且他们往往和平民混在一起，所以不可能用无人机来实施主要攻击任务。即使是 MQ9 这样的昂贵型号，也无法从人群中分辨平民和武装分子，这让 MQ9 上的很多能力就此闲置。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物美价廉的彩虹3显然才是最适合尼日利亚的。毕竟武器这种东西不是说越贵功能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对方的具体需求。显然 MQ9 并没有满足。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美军司令的不当言论不仅遭到了尼日利亚的行动打脸，甚至还被自家打脸。美媒战争地带最近点评了我国无人机所展示的蜂群技术，称应用了这种技术的无人机以现有手段根本无法拦截。中国的这种新型无人机战术将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小的威胁。乌克兰公布一则坏消息，直戳俄罗斯软肋，是时候放下面子求助中国。为何中国是最好的选择？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目前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仍然小规模冲突不断。最近，乌克兰媒体公布了关于俄罗斯的一则坏消息，似乎戳到了俄罗斯软肋。据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统计数据，自顿巴斯开始敌对行动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120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当作战利品，几乎所有类型和型号的俄罗斯无人机都被基辅捕获并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包括海鹰10无人机、1610 Granite 系列、扎斯塔瓦、Zastava、前哨3 SV、11 3 SV 等无人机。据悉，这些无人机中有 45% 被各种防空系统击落，包括高射炮和便携式防空导弹，还有 40% 被步枪手击落，其余无人机则是因为电子战系统，还有几架因为技术故障自行坠落。事实上，在近段时间亚阿战争中，土耳其无人机大放异彩，让俄罗斯媒体清醒意识到，在小国战争和局部冲突中，这种战争形式或许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俄罗斯却有明显的短板，无人机技术落后。
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坦言，在无人机方面，俄罗斯已经落后美国20年，甚至赶不上中国、土耳其，甚至伊朗。目前，美国在军用无人机领域世界领先，而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在无人机发展的路上已经有后发制人的趋势。这次在亚阿战场名声大噪的土耳其 TB2 无人机，曾被中国翼龙2无人机多次击败。在利比亚的内战中，利比亚国民军和阿联酋获得的翼龙2，凭借更强的通信、航程、高度和火力，多次长途奔袭民族团结政府军机场，很多土耳其无人机都没来得及飞就被炸毁在机场。与翼龙系列无人机齐名的还有彩虹系列无人机，最近塞尔维亚就出动了彩虹 92A 无人机参加大规模军演，这是中国无人机在欧洲首次部署。不过也不要小看俄罗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只是相对来看，俄罗斯无人机已被乌克兰研究透彻，引进国外无人机确实能快速解决现阶段困境。多年来，从俄罗斯应该与中国合作无人机，到现在俄罗斯应该从中国引进无人机技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只是俄方却一直不为所动，很可能是面子问题。但很多人还是认为俄罗斯开口是迟早的事，从美欧进口几乎不可能，从好伙伴伊朗那购买更是丢面子。而土耳其在叙利亚、亚阿战场本就与俄罗斯对立，也不大可能。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中国才是最好的选择。